你救了他2次，如今又如此尽心尽力的照顾，可否对他动了情念啊？掌门误会了，昨夜义妹为了保护师门弟子而受了伤，她在这里无亲无故，理应照顾她。弟子绝无其他的非分之想。你乃修行之人，将这些红尘俗事置之脑后，自然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当年你师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你乃天选之人，日后定会成为凌霄派的栋梁。这些年，你也没有辜负我们，你的身上肩负着凌霄派的未来。天师以收妖做法，替天行道为毕生所求。身为一派之长，须明了世间万物皆为虚空，既不受红尘所扰，必当心无旁骛，断情绝爱。弟子对掌门之位，并没有企图。若是凌霄派需要，我愿为师门一生苦修，不染凡尘。你唯有成为掌门，才能真正的带领凌霄派蓬勃前进。希望你不负师父所望，肩负起守护师门的重任。凌霄派的盛衰兴废，全看你了。是。如今王都突现异象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安都王因而张榜，广招天师除妖。此乃师门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。吾将此重任交付于你，代表凌霄派前去王都，继任大典后，即可动身。好。杭州秉承师训，今日受掌门继承者之法环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，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场我下春一场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有功？青藤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轰动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淡淡再开人厮守。有没有见过一个手上有菱形印记的姑娘？你是谁？为何寻她？难道她就是杀害燕丹全家的那只妖？此番是来寻仇的？说不说？她和我师弟去了王都，借王榜。王都来了这么多天使，看样子这宫里的妖物一定不简单呢。待我们收了那妖物，便可以回去进宫了。来，来。安都王有令，
所有接下王榜之人，暂且在此客栈歇脚，明日一同进宫。难怪这安东王广招天使，这又是乌鸦又是血水的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近日王都中生于此时的女子大量失踪，想必定与宫中的异象大有关联。哎，我听闻整座王宫白花缠绕，如同国丧一般，实在太不吉利了。你说这宫里不会真的有妖吧？你对捉妖感兴趣？还不是因为你。你掌门让你过来降妖，你非带着我干嘛？怕你这个小妖祸害凡间。你不是要找什么神器治疗你身上的伤吗？你为何不直接跟你们掌门说，反而跑过来捉妖了？师门任务理应恪尽职守，我不想让掌门担心。等找齐了神器，再说不迟。怎么回事？附近有异动。严丹就在附近。于墨，严丹，于墨，我可太想你了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严丹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但是我找不到你，你没事吧？你这身衣服挺合身的，哪儿偷的？我这身衣服说来话长，把我当空气了吗？我朋友来找我了。你就是那个白吃了我一盒点心的小子吧？严丹是不是你绑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可狠毒了，他把我当成奴婢使唤，让我给他洗衣做饭、剥螃蟹、研磨，最关键的，他还逼我吃鱼。于墨，你就是他的那个于朋友，表哥于黑土啊。我的名字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读错的。你是于妖，为何身上没有妖气？今日我们归家心切，不便与你纠缠，改日定会找你算账。我们走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。严丹，你先去一旁，我会帮你把这些天吃的苦全部讨回来。你既想开打，我当然奉陪。这两个靠山我可是都要靠的，无论打伤了哪个，都是我的损失啊。别打了，这么多瓷器也赔不起啊。那都是他打碎的。其实我刚才也夸大其词了，他对我吧也没有那么差。他把你带走这么久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好啊，那我就速战速决，来。好。我这细胳膊拧不过你们这两条大腿啊！怕了，溜了，你俩打吧，吃饭记得叫我啊。妖邪催染，这花开得越发好了。何人？我不是说过后院不需要人伺候吗？奴婢该死，是殿下，殿下派人传话，请王妃去后花园相见。殿下今年未召，今日盛情相邀，可见从未将旧情忘怀。只是封宫之后，王妃您再未梳妆，镜子蒙尘，
这衣衫和钗子的样式也旧了。无妨，这些物件应当也是最后一次用了。王妃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我与他亲戚情重，旁人是不会明白的。我来吧。他喜爱何样的装束，今日自当是好好跟他道别吧。江辰，我曾与殿下相约，若撑纸伞，便放下身位，只以夫妻相称。他既独身而来，我亦无需人伺候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段时间，你可有想我？江辰，我心里一直很挂念你的。我们为何不见？你难道忘了？你既决意如此，今日相见必有所求，不如直说。若我能成全，自当成全。我正如未登王位时一般，只想对你好罢了。我记得你爱赏梅，但是却因为体阴未寒，不能在雪天出现。我便以炭火烘烤，催开着秋季的第一朵梅花，想与你共赏。物景虽美，人已不复从前，何必呢？江辰，我永远都是你的佩罗。之前是因为你不信我了，如今试着再信我一次，如何？有了这美酒还有美食，一定要让那两条大腿握手言和。没想到当年天上一别，竟在这儿遇到你，天可怜见。这一次，我们就在凡间做个了断吧。此处有使用过术法的痕迹。若不是你纠缠不休，严旦也不会遇险的。这次救他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我接收了他，自然要对他的安危负责。是严旦留下的。
严旦只系为了替你报仇，故意留下我的记忆。他可知你会再次落到我的手上？上仙之位，帝君之爱，凡胎之苦。今日我要向你一一讨回。严旦，严旦，严旦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在那儿。登上这座城楼，不过100步阶梯，但为了站在此处，共赏盛景，你我几经生死，耗费了太多年华。此情此景来之不易，只能珍惜。这一切不过都是你的执念，并非我心中所愿。裴洛，江辰，曾经的我，病到甚至不能为你撑起一把伞，今日我可以在这里为你遮风挡雨，皆因你的相救。只要你愿意，这不只是我的江山，亦是你的江山。江辰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陪在你身边，为你撑伞。这红烛是你我2人大婚之日点在屋中的，我望见它，就能想起那日我们和美的样子，便一直好好保存着。你曾经和我说过，想要跟我长久相守，彼此铭心。可凡人寿数短，记忆浅，终有一日会遗忘往日美好。所以我便做了这盏走马灯，以便时时点灯回忆，永不相忘。江辰，你旧时的心愿，我都记在心里的。这虚假的美梦终会破碎，你为何还要让我沉浸其中？你今日所为，就是为了逼我。你心中所愿，从未改变过。你可以说出来，何必要做这些事情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答应是吗？好，最起码让我们先把美梦做完吧。殿下都多久没召见王妃了？今儿怎么就突然破了例，竟还让您帮忙备酒呢？
我自有我的伎俩，莫要过早。这是我命人为你专门量身定做的戏服，你可愿着此新衣，再为我表演一次？你本不爱看戏，又何必做此要求？你身陷权力厮杀，却频繁看戏，无非是想营造你耽于享乐、不成大器的形象，以掩人耳目，欺骗他人，保全自己。你我都心知肚明，又何苦戳破呢？情已陌路，大梦将醒。我只盼最后时分，你可以卸下伪装，与我真心相待，一如最初。江辰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的这个梦便可以长久地做下去。我也一一实现你心中所愿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仍不愿为我改变心意吗？我的心意从未变过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会这么选。裴洛，既然你愿意圆我心愿，那你可否为我改变心意？今日你我重见，本应当恣意欢愉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。我为你准备了你最喜爱的梅子酿，今夜你我畅饮一番，不醉不休。喝了这杯酒，你我便重修于好。以后，你仍然是我最爱的王妃。裴洛，这是你所希望的吗？是。你的心愿，便是我的心愿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做事了。喝下这杯酒，你便会安心了吧？
与你之间，本不该如此收场。你早已不是裴洛，你是安都王殿下。我错了，从给你丹药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错了，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殿下小心，此妖已现原形。给我追！毒性虽退，但妖元受损，短期之内无法恢复人身。严旦所现法阵十分诡异，非凡人所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各走各的路。我要带严旦回去看病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来这里是为了师门任务，跟严旦有何关系？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带他回去？伤害严旦的人很可能是宫中异象的元凶。王都大量女子失踪，人人自危，所以他们都闭门不出。严旦怕是那个时候就被盯上了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么多。你的职责是捉妖，我的责任是守护严旦。至于凶手是谁，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相信野兰山的温泉定能助他恢复。哎呀，我就是为了躲你们相争才这么倒霉的。被打回了真身，如今还来，团结一下不好吗？于墨，我们下山本就是日行一善的呀。若是有恶妖给我们妖族丢脸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把你那万妖之王的气势拿出来，给他们凌霄派看看，一定把那个害群之马给我找出来。再说了，如果弄清楚前因后果的话，我也可以在我的红尘路上添上一笔，这样不仅能够娱人，还可以警示。那你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自己的妖缘我清楚，无大碍的。况且经历人生况味，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乃是我的大志。别再瞻前顾后的啦！我相信，凭借我们3个人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把真凶找出来。到时候我的毒自然就可以解啦。堂堂万妖之王，不会没有莲花精的觉悟高吧？我不与你计较，只是看在严旦的面子上，今日入宫除妖，别拖我后腿。恶妖已于宫中现身，请众天师速速前去助力。救朕！没错，那些女子都是我杀的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大胆妖孽，竟敢使用妖术魅惑殿下，草菅人命！我这便将你彻底铲除，替天行道！爱妃，殿下小心，此妖妖力尚未散尽，切莫近身，以免他满心怨气伤及殿下。
将臣，佩洛，我好想回到我们初见的时候。你也这般柔肤体弱，独立于这南市，倒是与我同病相怜。不如我与你作陪吧。雨伞，雨伞，来把雨伞吧！来，公子看看雨伞。这把不错。店家，我要这把伞。是你的吗？哦，谢谢姑娘。没想到，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但我无悔，那把伞仍在我的心里。只是日后，再无人于风雨中为你撑伞了，你要保重。佩洛。你能再抱抱我吗？若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此生便无憾了。殿下，此妖物今日被殿下授意斩杀，岂会没有恨意？殿下切不可再被他的妖言所迷惑。将臣，所系种种，本王定会铭记于心，永志不忘。可有些错，既然犯下了，本王亦无可奈何。莫要怪本王。上穷碧落，下黄泉，徘徊泪将尽，沉落故事心。殿下，此妖妖元已碎，即将灰飞烟灭。届时幽怨之气过盛，
只怕会侵染殿下的身体，还望殿下速离。殿下，这位天师说的对，消除怨念的事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江澄姑娘，江澄，江澄姑娘，明明有异，为何会如此啊？原来雨墨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花精，便是江澄。对不起，依依。江澄姑娘，江澄，江澄，我们约定好，如果我写出了戏本，无论你在哪儿都会过来演出的。我一直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如今戏本出的序章，可你却食言了，江澄。没想到，当年将臣爱上的那个病弱世子，已经变成了安都王。花间一族向来都是至情至性，绝不会萌生什么害人的心思。哦，方才呢，我已经暗中试探过他的妖元，发现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妖力了。如此看来的话，王宫里的种种异象，并非是他催发而生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些天师为何还惺惺作态，做出那么大的收妖阵仗给谁看？妖物害人一般都会暗中行事，为了避免发生异象，引火烧身。将臣的妖法我认得，他绝对不是害我之人。将臣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脱冤屈。唐天师，你此行到宫中的任务是来除妖的，现如今将臣已死，你跟他又非亲非友的，我劝你啊，赶快领了赏赐之后，就离开吧。昙花花期极短，本该很快凋零，而宫中的这些昙花却长期盛开。此花是以妖法催化来挡煞气的，所以真正的妖一日未除，我便一日不会离开。你可是个捉妖师啊，你居然会同情妖？妖也有善恶之分啊。若将臣并非真正作恶的话，就不能让他含冤而死。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打来打去的？于墨，于墨，这样就对了嘛。握手言和，联合破案，我们一定要还将臣一个清白。我可没说要放了他，待此事了结之后，再算总账。没问题。诸位天师捉妖有功，
本王赐你们黄金万两。即日起，张榜昭告，祸患已除，百姓安乐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在下有一个小师妹，曾在宫外与王妃在戏班一起共事。小师妹虽不知王妃生前是妖，但却知王妃心地纯良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在下断定，此事必有蹊跷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休要信口雌黄！既然你师妹能跟妖做朋友，莫非你们也……这个天师其实是我的一位唐天师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我们两个本是凌霄派的弟子，我是他的大师兄，他是我的小师弟。我们凌霄派的威名，岂是你们这些小门小派在这里污蔑的？好自为之吧。你刚刚说你小师妹和王妃是旧时之交，你能在此替她说话，想来也定是重情义之人。不过此事，本王已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。禀殿下，在下无意之间听到过王妃生前所吟之诗，在下猜测，王妃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其中定有隐情。说不定，她在宫中给您留下了什么。当然，这件事情也只有您知道。